一声凄厉的尖叫打破了动物园的热闹氛围。紧接着，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从人群中冲出来，满脸惊恐地朝动物园出口跑去。所有人都停下脚步，茫然地四处张望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女人的尖叫还在继续，老虎吃人了！快跑啊！我愣住了，这里不是号称动物温顺的动物园吗？怎么会有吃人的老虎？仿佛为了印证女人的话，附近猛兽区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虎啸。那一刻，我浑身汗毛倒竖，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。游客们意识到情况不对，纷纷跟着女人朝出口涌去。毕竟没人知道老虎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自己。现场一片混乱，不知被什么力量驱使，我却逆着人流朝猛兽区走去。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，透过人群，我看到一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老虎，正在撕扯爪下的猎物。它脖子上挂着沾满血的项圈，断裂的铁链随着动作叮当作响。我认识这只老虎，它叫哈娜，半小时前我还见过。哈娜是从马戏团救出来的，原本特别怕人。网上全是它的宣传，在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，它已经放下对人类的戒备，很多游客都是专门来看它的。为了让游客近距离接触，动物园没把哈娜关在笼子里，只给它拴了铁链，还戴了特制的防扑咬口罩。可现在，看着眼前这头凶性大发的野兽，人们才明白一个道理：野兽终究是野兽，嗜血的本性永远不会变。老虎爪下的尸体已经面目全非，鲜血溅得到处都是，皮肉撕裂的声音尖锐得让人牙酸。和我一样被好奇心驱使的人不在少数，都围在旁边观望。老虎察觉到我们的存在，从血肉堆里抬起头。当我对上它琥珀色的眼睛时，清晰地感受到了它的杀意。瞬间，我浑身的细胞都在颤抖，本能地转身就跑。身后虎啸再次爆发，周围的人也反应过来老虎疯了，纷纷四散逃窜。别过来！不准过来！又一声尖叫让我头皮发麻，忍不住回头看，老虎扑向一个人，一口咬中对方的头部，整个头颅都被含进了嘴里。尖叫声被骨头碎裂的声音打断，我赶紧移开目光，加快了脚步。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老虎吃人，甚至看到了鲜血从那人脖子里喷溅出来的瞬间。我不敢想象，要是我慢一步，会是什么下场。就在这时，动物园的广播响了。因为设备老旧，广播带着滋滋的杂音，请注意，猛兽区有老虎伤人，请各位游客不要靠近。工作人员将立即处理，将老虎赶回笼中，请大家不要惊慌。听到这话，我忍不住在心里咒骂，老虎都咬了2个人了才行动，工作人员也太不负责任了。很快，我跑到了动物园出口，这里挤满了人，不知何时，铁门已经被铁链锁上了。游客们愤怒地瞪着拦在门口的工作人员，你干什么？让我们出去！你想把我们留在这里当老虎的食物吗？拦门的工作人员看起来20多岁，面对这样的阵仗，脸也白了，但还是强撑着解释，各位不好意思，现在还不能开门。我们要先确认其他动物没有受惊，避免它们跑出园区伤人。老虎已经被我们的人关回去了，大家放心，很快就好。游客们更急了，凭什么把我们也锁在这里？外面的人是人，我们不是吗？开门！快开门！这家动物园建在山里，原本是为了贴近自然，让动物更适应，可缺点也很明显，只有这一个出口。现在出口被锁，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待宰的羔羊。人群里，一个长相漂亮的女孩掏出手机，大声喊道：大家千万别来庆福动物园，这里的老虎吃人。现在已经死了3个人了，动物园还锁着出口不让我们走，是想害死我们吗？原来他是个小有名气的直播博主，想借动物园的事博热度。我没想到，为了流量，他连命都快不顾了。直播间的人数瞬间暴涨，很多人还以为是网飞的炒作剧本。博主见状，直接把镜头对准那个浑身是血的女人。这位大姐当时就在老虎旁边，是她第一个喊老虎吃人的。
女人蹲在地上发抖，眼神空洞。周围的人看到直播，也纷纷凑过来求助。动物园不把我们当人看，大家评评理啊！直播让现场更混乱了，眼看博主还在围着女人纠缠，我忍不住出声打断：大家别乱！现在最重要的是报警，让警察来救我们，不是靠网友评理。一句话点醒了众人，游客们立刻掏出手机报警：喂，警察同志，快救我们！庆福动物园的老虎吃人了！动物园还锁着门，是想让我们都死在这里吗？周围的人也跟着附和：快来救我们啊！警察也意识到事态严重，在电话里承诺会立刻出发救援。就在这时，广播又响了：各位游客请注意，为确保安全，园区正在清点各区域动物数量，另外请啊！广播里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人群的神经再次紧绷。紧接着，兽吼声响彻整个动物园，还有持续的咀嚼声，夹杂着骨头被碾碎的脆响。之前拦门的工作人员瞬间腿软，瘫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。你不是说老虎已经关起来了吗？为什么广播员会被袭击？人群最前面的壮汉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把他拎了起来。再不开门，我就把你绑了喂老虎。现在就放我们出去！工作人员吓得发抖，我也打不开门，钥匙在园长手里。直到这时，大家才意识到，在出口纠缠半天，根本是在浪费时间。壮汉当机立断，把工作人员丢在一边，转身朝动物园深处走去。有人惊恐地喊他：你去哪？里面有老虎啊！壮汉啐了一口，去找钥匙。不然你想跟我一起死在这？见他行动，不少人主动提出跟着一起去，也有人想留在原地等救援，不愿冒险。人群就此分成两波，我跟着找钥匙的人再次走进了动物园深处。越往里走，路边开始出现倒地的工作人员，不出所料，这些人都已经没了呼吸，但尸体完好无损，不像是被老虎咬过的样子。人群沉默了很久，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：除了老虎，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能伤人？没人回答，但事实就摆在眼前。就在我们犹豫着要不要原路返回时，周围的草丛突然有了动静。下一秒，我前面的男人突然蹲下身，痛苦地喊：妈的，好疼！紧接着，一道黑影从他腿下窜了出去，快得看不清模样。男人猛地卷起裤腿，小腿上赫然2个圆形伤口，正往外流血。人群倒吸一口凉气，这是什么？难道这里有蛇？我起身环顾四周，才发现周围全是透明饲养箱，里面铺着碎石和树枝。前方有个立式标牌，我走过去一看，上面是关于黑曼巴蛇的介绍。我惊呼：这里是蛇馆！原来我们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了蛇馆区域。人群立刻紧紧挤在一起，不敢乱动。不远处，一条灰褐色的蛇慢慢爬出来，嘴里吐着黑色的信子。我瞬间反应过来，这是世界上最毒的蛇之一——黑曼巴。黑曼巴直立起身体，摆出攻击姿态盯着我们。被咬伤的男人脸色惨白，我刚才就是被这东西咬了。他双腿发软，眼看就要晕过去。我赶紧扶住他，别慌，这蛇有毒，但还有时间，只要及时注射血清，就能救回来。男人回过神，对，只要能出去，我就能活。话虽如此，我们连园长在哪都不知道，还有这么一条剧毒蛇盯着，能不能走出这里都是个问题。我正想劝大家慢慢后退离开，不知是谁捡起一把干草叉，伸手想去插蛇。这举动彻底激怒了黑曼巴，他缠上树枝，飞快地朝那个男人扑过去。小心！我话音刚落，黑曼巴已经咬中了男人的脖子，漆黑的身体紧紧缠住他。啊！男人慌忙去扯蛇身，却根本掰不动。随着蛇身收紧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渐渐喘不上气。就在众人无计可施时，之前的壮汉第一个转身就跑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这人没救了，趁蛇还缠着他，赶紧跑！听到这话，好几个人也跟着跑了。我看着还在尖叫的男人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虽然这是唯一的生路，
但眼睁睁看着别人送死，良心还是会不安。我扶着最早被咬伤的男人，也急忙往外跑。渐渐的，蛇馆里的尖叫声消失了，那个男人终究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。我们俩互相搀扶着跑在队伍最后，男人感激地看着我，兄弟，谢谢你还带着我。我交单，要是能活着出去，我请你喝酒。我苦笑着摇摇头，都这时候了，还想着喝酒。行，我叫基斯，米勒，你叫我基斯就行。说话间，我看到前面的大部队停了下来。怎么了？我走近才发现，他们正围着一张园区地图争论。我们刚从蛇馆出来，不如绕点路去安全区找钥匙。安全区？现在动物都跑出来了，哪还有安全的地方？多耽误1秒就可能多死1个人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原来他们在围，走哪条路争执不下。